大喜之日，瑞国公府张灯结彩，国公爷的千金即将嫁入东宫。这本是普天同庆的好日子，府门外却浩浩荡荡的来了一支神秘的轿队。为首的家丁见状，立马带人上前阻拦。你也不看看今天的日子！他警告对方不要不知好歹，阻挡了国公府千金与太子爷的大喜之路。可轿子里的女人却丝毫不为所动，只冷冷地吐出一句话：让百里红文出来见我。家丁们听后勃然大怒，竟敢直呼国公爷的名讳，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就在这时，轿帘被缓缓掀开，一个白发女人走了出来。她声称自己姓娄，来此地只为取一样东西。可她话音刚落，国公府的守卫便一拥而上。然而还没等他们近身，一股无形的力量便将他们全部震飞了出去。这下所有人都被镇住了。眼前的女人绝非常人，而她口中所说的东西，便是百里家60年前从她这里拿走的眼睛。此时国公爷百里弘文听闻消息，匆匆赶来。一见到白发女子，他竟当众跪了下来，口称晚辈迎驾来迟，万请恕罪。他身后的管家都看傻了。要知道国公爷官居一品，在御前都可以免跪，如今却对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行此大礼。百里弘文恭敬地将女子请进府内。然而这番举动却引来了女儿百里芷兰和夫人的不满。另一边，百里弘文将女子带到屋内，他态度谦卑，表示愿意物归原主。天经地义。白发女子提醒他之所以能为吉人臣洞察先机，稳坐国公之位，全凭这双眼睛。一旦他收回，百里弘文现在拥有的一切权势地位都将化为乌有。但百里弘文却说，家父临终前再三叮嘱，百里家今日所有皆拜龙姑娘昔日所赐，他心甘情愿归还宝物。白发女子身为相师，讲究取人之物，长之以补，便询问百里弘文有何想预知之事。百里弘文支支吾吾，还没开口就被一旁偷听的夫人打断。他毫不客气地质问，想让女子看看自己的女儿将来命数如何。与此同时，即将出嫁的百里芷兰也找上了门。她满脸不屑，想看看是何方神圣，竟能让自己的父亲亲自相迎。芷兰一进门就给女子来了个下马威。她端上一杯茶，却在女子伸手去接时猛地收回。然而女子只是轻轻一扶，茶杯便稳稳地落在了桌上。女子闻了闻茶香，便道出这是去年的陈茶，还受潮过，再用猛火烘焙，焦苦之味已经压过了茶香。这就是瑞国公府的待客之道吗？芷兰被说得哑口无言。女子感叹百里弘文还算聪明，没想到他的女儿竟蠢钝至此。国公夫人见女儿吃瘪，立刻站出来维护，呵斥女子竟敢对未来的太子妃无礼，按律法理应行跪拜之礼。白发女子闻言冷笑一声，别说区区一个太子妃3界之内，漫天神佛也受不起我一拜。何况凡俗。国公夫人彻底被激怒，当即下令让人压着她跪下。就在此时，百里弘文及时赶到，他一脚踹开侍卫，然后对着白发女子重重跪下磕头请罪。他怒斥妻女不知死活，若非龙姑娘心善，冲撞尊驾的罪名早该被天道抹杀了。可芷兰依旧不知悔改，她可是要入主东宫的太子妃，未来的皇后。然而龙姑娘却只是淡淡的看着她，遗憾的告诉她，不会有未来的皇后了。今日便是你的这句预言让百里弘文心头一紧，他急忙询问有何化解之法，得到的答案却是，除非断了这门姻缘，尚可偷得一线性命，否则天命难违。就在这时，负责迎亲的禁卫指挥使萧彻带队赶到，百里弘文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向萧彻说明小女今日出嫁，恐有性命之忧。但萧彻却不以为然，陛下赐婚，岂能因一个江湖骗子信口雌黄就延误婚期？芷兰和夫人也认为有萧大人护送，定能万无一失，催促着父亲不要再犹豫。百里弘文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皇权，而龙姑娘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她决定无妨，待预言应验，她再来收取那双眼睛也不迟。吉时已到，芷兰坐上花轿，她向父亲保证定会坐稳皇后之位，保百里家百年荣光。迎亲队伍出发，萧彻下令全队加强警戒。此时龙姑娘却拦住了萧彻的去路，她断言她所谓的万全准备都是没用的。萧彻让他算算究竟是何人，会以何种方式行凶。龙姑娘却反问，窥探天机，他给得起价钱吗？萧彻只当他是想谋财，便邀请他一同上路，亲眼看着百里小姐如何安然无恙地抵达东宫。龙姑娘欣然应允。队伍行至半路，果然遭遇了一群黑衣刺客的埋伏。萧彻武艺高强，很快便将刺客尽数拿下。他得意地看向龙姑娘，
承认他确实有些本事，竟真能算出有刺客。不过现在刺客已除，百里小姐的死结也该解了。龙姑娘却只是摇了摇头，再次重复了那句话。我给人拼命。队伍顺利抵达东宫，当喜婆满脸笑容地打开轿门时，下一秒，一颗人头竟从轿子里滚了出来。百里芷兰真的死了，龙姑娘的预言应验了。她缓缓走到百里弘文面前，问他现在可能收回眼睛了。悲痛欲绝的国公夫人将所有怨气都撒在了他身上，认为是他使用了妖术害死了自己的女儿。萧彻也感到匪夷所思，这顶花轿自从出府后就再也没有人靠近过。盛怒的皇帝下旨封锁宫门，在场所有人等一律暂押刑部候审，并限令萧彻3日内查明真相，否则便诛及9族。在诏狱中，萧彻单独审问龙姑娘，他想知道她究竟用了什么法子，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隔空取走百里芷兰的首级。我早就说过，我只会看相。萧彻不信，既然他不是凶手，那他必定是知情人。龙姑娘没有否认，她身为乡士，知晓世间万物宿命，因果皆在其中。萧彻被他这副装神弄鬼的样子激怒，他拔刀相向，问他能不能算到，下一刻他的刀会不会刺向他的咽喉。龙姑娘说，相命者不能自相，此乃天规，不过他可以肯定，他杀不了自己。萧彻不信邪，一刀刺了过去，却被一股神秘力量弹开。就在此时，手下来报，之前抓获的刺客全部咬碎了藏在牙齿间的毒囊，畏罪自尽了。所有线索就此中断。龙姑娘看着焦急的萧彻，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她可以让死人亲口告诉她真凶是谁，让死人开口。这听起来匪夷所思，但萧彻明白这需要付出代价。龙姑娘的要求很简单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要一个最基本的信任换一个水落石出的真相。萧彻别无选择，他答应了。龙姑娘让他用血线将芷兰的头颅和身体缝合起来，方能暂去魂魄。随后他让萧彻将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都请到公堂之上。公堂上，国公夫人一见到龙姑娘就情绪激动，认定她是杀害女儿的凶手，甚至质疑铁面无私的萧彻也成了妖女的傀儡。太子也来到公堂，人已到齐，审判开始。龙姑娘口念咒语，只见芷兰的尸体竟缓缓坐了起来。萧彻按照约定向已经死去的百里芷兰发问。百里芷兰，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，芷兰的尸体缓缓抬起手，直直地指向了她的亲生父亲百里弘文。龙姑娘解释道，花轿出府后确实无人靠近，可若是百里小姐在出府前就已经遇害，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而能做到这一点的，只有她的父亲。萧彻看向面如死灰的百里弘文，问他是否认罪。国公夫人依然不信，认为是龙姑娘操控了尸体来陷害自己的丈夫。百里弘文也大声喊冤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他怎么可能害自己的掌上明珠？龙姑娘却语出惊人，虎毒自然不食子，可若百里芷兰并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呢？她提醒众人，皇帝当初为何要给百里芷兰赐婚？正是因为太子与芷兰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孩子。随着龙姑娘施法，一段尘封的往事在众人面前展开。20年前，皇后和贵妃同时有孕，皇后诞下一位公主，而彼时百里弘文的夫人在宫外也刚诞下一名男婴。为了家族的未来，他竟大胆地用自己的儿子换走了皇后的公主，从此他的儿子成了太子，而真正的公主就是百里芷兰。太子如遭雷击，他无法相信这荒谬的真相，国公夫人也矢口否认，这可是要灭9族的大罪。此时萧彻补充了最后的真相，从陛下赐婚开始，百里弘文就担心女儿嫁入东宫会被陛下看出与皇后相似的端倪，因此他买通死士，意图伪造成匪徒劫杀新娘的假象。奈何龙姑娘的出现引起了萧彻的警惕，加强守卫后刺客无法得手，他不得不在花轿出府前就亲自动手。话音刚落，下属呈上宫词，百里弘文的贴身侍卫已经全部招供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百里弘文终于放弃了抵抗，他感叹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。他承认当初正是利用龙姑娘赐予的眼睛，窥见皇后命中无子，才想出了偷天换日的毒计。可他也看见了风险，皇上赐婚让芷兰与太子这对亲兄妹成婚，迟早会引来猜疑。为了保住百里家和自己的儿子，他没有选择必须切掉所有的隐患，他认下所有罪责，只求龙姑娘能看在旧情上，保住他无辜的妻儿。说完，他挖出那只不属于自己的眼睛，
双手奉还，随后便气绝身亡。龙姑娘收回碎片，感叹窥见天机，却妄图逆天改命，终将招致反噬。拥有太多的力量，对凡人来说并不是好事。百里家的债已了，他该去下一家了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通报，皇帝进金陵公堂。皇帝下旨将贾太子贬为庶人，圈进宗人府。随后，他满脸谄媚地迎向龙姑娘，想尊她为护国圣师，统领天下，玄门修师。龙姑娘却不为所动，她的规矩一个碎片换一个问题，想让她占卜，就拿轩辕家世代相传的天命皇权来换。皇帝连忙表示，必将碎片双手奉上，毕竟轩辕家能荣登大宝，全亏了他的碎片。他邀请龙姑娘回皇宫休息，并承诺用比自己更高的规格来招待，但龙姑娘却拒绝了，她要先随萧彻回府，因为她的心在他那。皇帝不敢违逆，甚至让出了自己的御用龙辇。他还特意叮嘱萧彻，务必要照料好龙姑娘，他要什么便给什么，哪怕是天上的星星，也得想法子摘下来。在龙辇上，萧彻问起刚才那句话的意思，龙姑娘解释道，60年前他的心便被挖走了，而这颗心就在萧彻的家里。来到萧府，萧彻的父亲萧朗早已在门口等候。原来萧家能医术名满天下，正是靠着60年前龙姑娘赏赐的天域之星碎片。然而此时，一个穷苦的男孩跪在地上，哭着求神医救救他娘，却因为拿不出足够的钱，被管家无情地赶走。龙姑娘见状，面色一沉，她当初给萧家碎片，是要他们救死扶伤，广积善缘，如今他们却嫌贫爱富，背离初心。她要求萧家立刻归还碎片。萧彻也对父亲和义妹的做法感到不耻，他命令他们立刻去救人，不问贫富，并罚他们去祠堂跪着中毒家规。萧朗连忙道歉，声称平日里为百姓看病从不收钱，但当龙姑娘再次要求归还碎片时，他却说天域之星由他夫人执掌，而夫人目前正在闭关，等他出关后定当双手奉上。萧彻告诉龙姑娘，他每次回来母亲都在闭关，母子俩已经有10年没见了。他不知道母亲为何待他这般冷漠，原来在他小时候，母亲为了救他，右手受了重伤。他本是针灸世家传人，一双巧手可活死人肉白骨，却因为他再也无法施针。自那以后，母亲便性情大变，虽然借助碎片之力，他的医术远超从前，但那件事成了他心头永远拔不掉的一根刺。龙姑娘听完，只说万般皆有因果，她只见到地面之幔，未见地下盘根。另一边，被罚跪的苏千雪对龙姑娘怀恨在心，她从侍女口中得知，这个白发女人很可能是未来的少夫人，嫉妒让她失去了理智。她拦下给龙姑娘送茶的仆人，在御赐的茶叶里下了一种名为决断肠散的剧毒。送茶的丑婆想要阻止，却被千雪狠狠地推倒在地。她还出言侮辱，说像她这种又老又丑的婆子，只配在街头乞讨。而这一幕恰好被龙姑娘看在眼里，她轻轻一挥手，苏千雪便再也说不出话来。萧朗赶来，让千雪赶紧磕头赔罪，但龙姑娘却让她道歉的对象另有其人。她指着地上的丑婆，要求千雪给她下跪。萧朗解释，龙姑娘是碎片的主人，也就是整个萧家的主人，她的话就是命令。千雪无奈，只能屈辱地跪下道歉。风波平息后，萧彻扶起丑婆，满眼心疼地问她有没有事。她对龙姑娘解释，丑婆是她母亲的奴仆，待她极好，每年生辰连母亲都不见她，只有丑婆会悄悄给她煮一碗长寿面，在她身边才能感受到些许母亲的感觉。龙姑娘听完，只是提醒她，她观丑婆面相没几日阳寿了，莫要等到日后空留遗憾。此时萧朗的夫人终于出关，丑婆将碎片拿来物归原主，可龙姑娘接过一看，却发现这碎片是假的。还没等萧朗派人去查，宫里就传来急报，太后娘娘突发重疾，宫内太医束手无策，皇上特请龙姑娘前去救治。来到宫中，龙姑娘只看了一眼，便断定太后油尽灯枯，阳寿已尽，让皇帝准备后事。就在这时，苏千雪却站了出来，声称自己能救太后。她嘲讽龙姑娘没本事，只是个装神弄鬼的冒牌货，并以性命担保自己能治好太后。她向龙姑娘发起赌约，若她赢了，要陛下即刻为她和彻哥哥赐婚，还要龙姑娘人头落地。龙姑娘同意了。千雪拿出偷来的天域之星碎片，她坚信有了这个，就能成为神医，成为与萧彻相配之人。龙姑娘警告她，强求之事非缘而起，他日苦果皆由自己承受。千雪不以为意，开始施法，奇迹发生了，太后真的醒了过来。然而千雪的脸上却出现了无数皱纹，
一头青丝瞬间变白，她变得比太后还要苍老。龙姑娘告诉她，她偷学法术，却不知那口诀中借此生机，借的究竟是谁的生机？原来天域之星的医术是以自身阳寿置换他人性命，治小病损阳寿，治大病耗青春。太后阳寿已尽，即便倾尽她全部生机，也是杯水车薪。千雪不解，为何萧夫人用了碎片10年，却能永远不老？龙姑娘反问，谁说她永远不老？她提醒萧彻，每年在她生辰之时，唯一记得给她煮长寿面的那个人是谁？萧彻如梦初醒，他冲回府中，不顾下人阻拦，闯进了丑婆的房间。看到萧彻，丑婆慌张的想让他离开，可萧彻再也忍不住，他跪在地上，颤抖的喊出了一声娘。丑婆就是他10年未见的母亲。萧郎此时也赶了过来，还想用认错人来掩盖真相，但龙姑娘的出现让他再也无法狡辩。萧彻回忆起当年，母亲为了救他手臂受伤，再也无法施针。他哭着问母亲，为什么不肯认他？母亲解释，因为用了天域之星，他一夜白头，容貌衰老，自觉太丑太老，不愿再见儿子。但萧彻抱着母亲说，在他心里，娘永远是最好看的。母子2人终于相认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然而母亲的身体已经油尽灯枯，萧彻亲自下厨，为母亲煮了一碗长寿面，祝愿她健康长寿。母亲吃着儿子亲手做的面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而他也在这份温暖中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在母亲的葬礼上，无数曾受他恩惠的百姓前来吊唁，萧朗还在人前假惺惺地表示不忍看妻子受苦，龙姑娘却当众揭穿了他。相比妻子的性命，他更在乎的是以此换来的财富。他拿出萧朗私下收取达官贵人巨额诊金的账本，让他百口莫辩。萧彻看着父亲，质问他靠着母亲损耗寿命换来的医术，敛尽不义之财，享尽荣华富贵，对得起他吗？龙姑娘继续爆出猛料，他还嫌弃妻子容貌衰老，在外蓄养外室，而他与外室生的孩子，就是他处处维护的苏千雪。欢迎收看下集更精彩哦。